美国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通过研究发现，维持一段关系需要对抗人的天性，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。从人的本性来看，大家都希望被理解、被倾听、被赋予情绪上的价值。可如果一方总是承担过多的情绪劳动，而另一方只知道索取，这样的感情迟早会走向破裂。任何关系的长久，都需要违背一些天性才能实现。长久的关系需要对抗索取的冲动。知乎上有人问过，为什么一段关系会破裂？一个高赞回答提到，有付出却没有回报是关键原因。布洛克赵兰分享了他和朋友杨丽的故事。两人是同学，毕业后在同一城市工作，关系一直不错。但在这段关系中，杨丽总是索取的那一方。两人一起吃饭，每次都是赵兰付账，杨丽总找理由溜走。赵兰买了香水，杨丽也要先拿走一半。虽然赵兰心里不舒服，但碍于朋友情面没多计较。直到前段时间，赵兰投资了一家火锅店。开业当天，杨丽不请自来，带了一群朋友，说是给新店捧场。他们专挑贵的菜点，满满一大桌，让赵兰和合伙人非常尴尬。下班后，赵兰找杨丽谈这件事，没想到杨丽毫不在意，还说赵兰太小气。这话让赵兰彻底愤怒，直接跟他绝交，断了联系。世上所有感情的维系都靠互相成全，而不是一方无度索取，另一方勉强接受。关系是相互的，没人愿意和只知道索取的人做朋友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我赠你春光，你与我桃花，真情长存，不正是因为如此吗？若想关系长久，必须有来有往，用心换心。只有把礼尚往来做到极致，关系才能持久。长久的关系需要对抗消耗的倾向。我来分享2个故事。第一个是作家李尚龙的经历。他因为工作忙，很少打理形象，穿衣也不讲究。本来这没什么，但有个朋友总说他衣服丑、土气，甚至当着别人面也不留情。还有一次，李尚龙花3天3夜写了个满意的剧本，兴奋地给这个朋友看，结果对方开口就是贬低，这让李尚龙觉得相处很压抑，渐渐不再联系，最后彻底断了往来。第二个是媒体人易公子的故事。他有个朋友总能带给他舒心和愉悦，每当有开心事，易公子都第一时间分享，心情不好时也总找他倾诉。为什么能这么交心呢？因为每次聊天，这个朋友总是静静倾听，不反驳，不指责。易公子有了工作想法，他也毫不吝啬地夸赞，情绪价值满满。正因如此，易公子觉得烦恼有了出口。这2个故事反映了人际交往的2种类型，消耗型和滋养型。消耗型关系里，沟通是单向的，满是批评和指责；滋养型关系里，双方更多包容和理解。差别在于，消耗型关系顺着人性表达，而舒服的关系会克制表达欲，尊重对方。这告诉我们，想维持长久关系，要少消耗，多赋予，给对方包容和体谅，才能换来深厚的友谊。长久的关系需要对抗占有的欲望。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觉，看到最好的朋友跟别人玩得好，心里会患得患失，朋友长时间不联系，心里也不舒服。这是占有欲在作祟。但一味占有不仅拉不近距离，反而让人觉得压抑，加速疏远。克制占有欲，保持边界感，才能让关系持久不腻。20世纪20年代，翻译家王继珍和沈从文常一起探讨学术，成了挚友。后来王继珍决定去美国深造，很多人舍不得他，找沈从文劝他留下。沈从文却说他不干涉王继珍的选择。王继珍去了国外，站稳脚跟后，仍与沈从文保持书信联系。有人嫌他们感情好，建议王继珍劝沈从文出国发展。王继珍摇头拒绝，说他知道沈从文不会离开故土。这种互不干涉的相处，让2人保持了一生友谊。可现实中，
许多人因占有欲想与对方亲密无间，甚至干涉对方决定，结果关系反而难以慰藉。陈果曾说，人与人像两个王国，应保持宽阔自然的疆域，无论交情多深，也别干涉对方的事，再亲密也要留出空间。相对占有，绝对自由，君子之交才能细水长流。有人提到江湖逻辑的概念，如果人与人相处没有间隙，任意索取，不分彼此，关系就会乱成一团，矛盾也会升级。任何关系的维系都需克服人性中的苛责与挑剔，做到付出而不索取，体谅而不消耗，亲密而不占有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像两棵大树，各自生长，相互滋养，彼此守望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